Hello，大家好，我是 DP，今天来录一期非常重要的视频。就在几个小时前 ，Antigravity 对 Pro 订阅的配额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可以用一降到底来形容。很多频道的观众都知道，我一直在准备录这么一期配额调整的视频，没想到最后配额调整的结果超出了我的预期。好，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情况。首先我们来看官方的公告内容，我这次提供了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大家有需要可以暂停下来看。我们直接来看这次公告里的内容非常简单，你就看1号位，他说了一个叫适用，也就是说 Pro 订阅被官方定义为了对高级模型只有简单的试用权限，真正要想干活要想使用，你得用 Ultra。这就是这篇公告里的全部内容。好，我们来看一下新的配额方案是什么。我们熟知的 Antigravity 的正常配额5小时刷新啊、周限额啊，这些我把它统称为 Antigravity 配额。在这个基础上，官方又增加了 AR Credit， 我们管它叫 AR 点数吧。然后如果你正在使用 Antigravity， 你可以先按照图上的1、2这个步骤打开 Antigravity Setting 这个面板，然后在左边找到 Models， 然后就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配额的一个新界面吧，然后把2号位的这个打开，就可以把 AR 点数打开。Pro 套餐的 AR 点数是1000点，然后在下面的3号点位就可以看到，你当前的那个 Antigravity 配额是多少。然后我简单讲一下这个 Antigravity 配额，就是3号位和2号位的 AR 点数是怎么工作的。3号位是你每7天或者每5个小时可以用的配额。当你这个配额用完了以后，你需要等刷新，对不对？但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急用，也就是说需要应急的时候，你可以用 AR 点数来做这个事儿。AR 点数是每个月刷新一次。好，说完了，其实就是一个多了一层补充，大概是这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新的配额的一个对比。我直接做了一个表格，分别是 Free、Pro 和 Ultra 3个订阅，然后对比的维度是 Gemini 3 Flash、Gemini 3 Pro 和 Cloud。可以看到Free 套餐是所有的模型都是7天刷新， Pro 套餐只有 Gemini 3 Flash 是5小时刷新，剩下的2个模型变成了7天刷新，然后 Ultra 套餐还是保持的所有模型是5小时刷新。关于价格， Free 套餐是0元每月， Pro 套餐是 19.99 元每月， Ultra 套餐是 24.99 元每月。然后提醒的一个点是，这次刷新是一刀切式的刷新，比如说我这个图上，我的 Cloud 系列是一直没有使用的，然后今天打开一看，它就直接变成了7天刷新，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 AR 点数的相关信息。首先比例是$1兑换100个 AR 点数， Pro 套餐每个月是1000个 AR 点数，每月刷新。 Ultra 套餐是每个月25000个 AR 点数，是 Pro 套餐的25倍。然后家庭组之间的 AR 点数是共享的。然后这边要说一下，家庭组之间的配额是独立的，只有 AR 点数是共享的。然后关于影响嘛，那么第一个影响就是因为 Pro 套餐的配额降低了，那么 Pro 套餐的家庭组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了。然后对于付费的 Pro 用户来说可能会比较尴尬一点，在这个点上。然后 Ultra 还是可以正常去使用的，因为 Ultra 的配额还是很充足的。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官方论坛上的最近的这个帖子，蛮有意思的。好，我们下面来做一个比较简单的计算。我们先假设 Pro 和 Ultra 单次刷新的配额是相同的，每次刷新都是100点。然后，那么我们按照一天 Ultra 刷新4个5小时，也就是20个小时，一周用7天，那么大概是2800点。Pro 用户就只有100点，对的，这里的比例是28:1。然后根据我们频道的测算，在这次调整之前，5小时的 Ultra 的配额是5小时 Pro 配额的20倍。我也和频道里的一些 Ultra 用户进行了一个确认，这次调整以后 Ultra 的配额依然坚挺，不是那种用就没有的情况，所以说可能还是有一个20倍的比例，这里我们是假设。
如果把20倍带入运算的话 ，Ultra 一周可用量就是56000，那么 Pro 还是100。这时候的比例来到了560:1。这里是假设，因为我们没有拿到官方的数据，但是只是根据频道用户的体验来的。然后关于价格，Pro 套餐的价格是 19.99，Ultra 的价格是249.99，大概价差是 12.5 倍。不用疑问 ，Ultra 胜出。下面我的一个想法就是，第一 ，Pro 套餐何去何从？我这里讲的是付费 Pro， 我都不知道，我想我应该会退订掉我的付费 Pro。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想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 Ultra 会不会改变？我说的是不久的将来。目前来看 Pro 变成了很接近 Free 的一个套餐，那么未来 Ultra 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然后我还有一个更深入一点的思考，比如说我现在付费订阅了 Pro， 然后基于现在这个改变，我会考虑把我的 Pro 退订掉，我去买一个 Ultra， 然后去使用。但是当很多人都去用 Ultra 的时候， Ultra 的压力变大了，那么 Ultra 的配额会不会改变呢？请大家思考一下。接下来是几个传闻，因为今天这个事儿发生的比较突然，没有时间去做确认，我把这个传闻列出来，如果大家有知道的，欢迎在评论区交流。第一个是有人说 Pro 套餐，比如说 Gemini 3 Pro 这个模型，每7天只会刷新 20% 的配额，而不是做一个完整的 100% 的刷新。第二个是有人说 Ultra 5小时的配额降低了，接着有人说 Pro 7天的配额比之前的5小时的配额还要低，这些信息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核实，如果知道的话，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最后来做一些信息的汇总和分享。首先有频道的观众告诉我，就是 Google 的学生 Pro 活动提前结束了，应该还有几天才结束的，但是现在确实是结束的。然后前不久我们报道了 OpenAI 的 Codex 里针对 Free 账号限制了模型的使用，GPT 5.4 和 GPT 5.3 Codex 这两个模型不能使用了，Free 账号只能用 5.2 系列的模型。然后最近有业内人士告诉我说，Codex 里针对Team 账号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分禁。目前来看，3家都在收紧。首先 Antigravity 收紧了， Codex 也收紧了，那么 Cloud 还是在不断的进行分号的这个事情，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时候我就联想了一下，龙虾的热潮加大了 Token 的使用量，在这里有一定的关联，对吧？然后最后一个简单的总结，算力紧张，配额收紧，就这么简单。好的，这就是这一期 Antigravity 对 Pro 套餐配额进行大幅降低视频的全部内容。这期视频如果对你有帮助，请帮忙点赞和转发。如果你有相同的经验想要分享，或者遇到相关问题，欢迎留言。我是 TP， 谢谢。